你敢相信吗？比亚迪方程豹居然用素车状态轻松拿下老外重金改装都搞不定的地形，直接打破了燃油越野维持多年的规则。现在国外越野圈都不淡定了，纷纷叫嚣着要把比亚迪方程豹拉黑。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在澳洲有一个让全球越野玩家敬畏的地方——啤酒坡。这里最大的坡度接近55度，路面上布满了碎石，而且土质松软湿滑，被称作百万改装车的坟场。很多爆改后的牧马人、路虎、丰田硬派车到这里都容易打滑陷车，甚至失控翻车，能一次成功登顶的车型寥寥无几。然而不久前，一辆方程豹出现在了坡底，这辆车只更换了 AT 胎，加装了前杠，基本保持原厂状态。在场的老外看到它时，没有一个是看好的，大家都认为电动车重心高，电池重，根本不适合这种极端路况，所有人都在等着看它的笑话。结果这辆车在众人戏谑的目光中，直接开启暴力模式，以低速匀速向上攀爬，动力输出稳定，车轮全程没有明显打滑，没有反复冲坡，没有中途停顿，一次性顺利登顶。整个过程干净利落，让现场围观的越野爱好者直接破防了。对了，这可不是方程豹第一次在海外打出名场面，澳洲啤酒坡只是它的开胃小菜。比如在中东利瓦沙漠的魔鬼坡，同样是难度拉满的地形，那些爆改的悍马、路虎要反复冲好几次，挣扎半天才能勉强爬上去，有的甚至直接失败，连坡顶的影子都看不到。而方程豹呢，只要开启沙地模式，依靠稳定的扭矩输出和毫秒级响应的智能电四驱调节，稳稳当当就爬上了坡顶，姿态轻松的就像在走平路。当然，不少玩惯了悍马、路虎的土豪，现场看完对比后，直接直言路虎还不如它，那些燃油车只会空转轰鸣，看着都替他们心疼。除此之外，在巴西的沙滩与浅滩区域，方程豹也照样能打，拖着冲浪板在沙滩上飞驰，涉水、冲沙样样精通，不管是松软的沙滩还是浑浊的浅滩，都能稳定行驶，可靠性和通过性直接被当地用户认可。就连 UFC 冠军马哈切夫都放弃了自己的奔驰大 G， 成了方程豹的忠实粉丝。也正因为这样，现在国外越野圈都快把比亚迪方程豹拉黑了，嘴上喊着不许他再参加越野挑战，觉得他破坏了越野圈的规则。但有一说一，海外玩家之所以这么破防，本质上就是传统越野的老经验被这台中国电动车彻底颠覆了。过去硬派越野拼的就是大排量发动机、高端差速锁，还有高强度的改装，玩家还得有丰富的经验，才能应对各种极端路况。说白了就是拼钱、拼技术、拼经验。而方程豹不一样，它依靠 DMO 混动越野平台，毫秒级响应的智能电四驱、云辇 P 液压悬架，把复杂的动力分配、悬架调节全交给系统来搞定。车辆能快速判断路面状态，精准分配扭矩，减少打滑和陷车的概率，直接降低了越野的难度。简单来说，老外拼改装、堆经验、练技术才能完成的挑战，中国电动车靠先进的电控与悬架技术，用更简单、更稳定的方式就完成了。这种降维打击让习惯了传统玩法的越野圈根本适应不了，这才有了拉黑的调侃。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们嘴上说着排斥，身体却很诚实。目前方程豹在欧洲、中东、俄罗斯等地已经陆续交付，销量一路走高，单月最高能卖出17000多辆，而且还在持续增长。可见老外嘴上嫌弃，行动上却很诚实。不少海外车评人和越野爱好者主动找方程豹测试，拿它和牧马人、普拉多、路虎等经典车型对比，低温冰雪、长途穿越、极限爬坡等实测内容，在海外社交平台疯狂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从一开始的质疑，慢慢变成了真心认可。有俄罗斯用户反馈，方程豹在低温环境下，动力与续航的稳定性都很好，底盘通过性也符合当地复杂的路况需求。澳洲用户则更看重它综合油耗与越野能力的平衡，日常代步不费油，周末去越野也能轻松应对，不用来回切换车辆。就连法国媒体团试乘后，都对它的技术实力赞不绝口，直接刷新了对中国车的认知。
从行业角度来看，方程豹在海外的表现也标志着中国越野车终于从模仿追赶走向了技术输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的越野爱好者只能盯着海外老牌的尾灯爬坡，中国车型在国际越野赛场几乎没有任何声音。而现在依靠电动化与智能化的优势，国产硬派车型在动力响应、四驱效率、悬架控制等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不再依赖大排量燃油发动机，彻底打破了燃油越野的固有神话。方程豹的出现也彻底改变了海外对中国车的印象。比亚迪已经彻底卖疯了。2024年，比亚迪全球累计卖出427.21万辆，而2025年更是直接开启狂飙模式，全年全球累计销量突破580万辆，同比增长35.8%。不仅稳稳蝉联中国车市销量冠军、全球新能源销量冠军，更一举冲进全球汽车品牌销量前3，把众多老牌车企远远甩在身后。单看季度表现更直观。2025年一季度卖出133.2万辆，二季度卖出188.5万辆，三季度卖出201.3万辆，季度销售持续攀升，尤其是三季度单季销量就突破200万辆，日均销量均超过2.2万辆，相当于每40秒就卖出一辆车，这样的速度其他车企做梦都不敢想象。尤其是本田，估计羡慕的牙都要碎了，因为本田最新的公告显示，公司2025财年预计将出现巨额亏损，经营亏损在人民币116亿到247亿之间，净亏损更是达到了182亿到299亿。更让人意外的是，本田还发出警告，因为调整电动化战略，未来2年可能还要录得高达2.5万亿日元的损失，也就是说，今明2年本田还得继续亏下去。要知道，在此之前，本田的年度利润基本都在50亿美元左右，常年稳赚不赔。如今首次亏损还是巨额亏损。消息一出，美股本田汽车盘前一度重挫逾8%，妥妥的业绩大雷。而本田之所以亏得这么惨，原因其实很简单，总结起来就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3点原因，每一点都很致命。首先是电动化转型踩错了坑，白花了大价钱，却没达到任何效果。很多人可能觉得本田根本没什么电动化车型，可实际上这几年本田在电动化转型上步伐并不慢，甚至可以说是很激进。曾经计划2040年全面停售燃油车，还投入巨资研发电动车型，可现实给了他重重一棒。欧洲和北美市场根本不买电车的账，北美市场更偏好燃油车，欧洲则因为充电基建滞后，电价昂贵，消费者对纯电车型的接受度很低。再加上美国政府调整了电动汽车补贴政策，本田的电动化计划彻底泡汤，无奈之下只能取消原计划在北美生产的3款纯电车型开发，同时叫停欧洲纯电厢式货车的开发计划，还把2030年全球纯电年销目标从200万辆大幅下调至70万至75万辆。这一调整直接导致了约1082亿元人民币的巨额资产减值和相关损失，这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打了水漂。其次还得怪特朗普乱加关税，北美是本田最大的单一市场，特朗普出台的关税政策对本田出口燃油车和混合动力车业务造成了巨大冲击，原本的利润基本都被关税给吞噬了，卖得越多亏得越多，陷入了两难境地。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本田彻底败走中国市场，这也是它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2025年，本田全球销量352.19万辆，同比下滑7.5%，而中国市场的表现更是拉胯，生产量、销售量分别下滑16.4%和24.2%，成为全球市场的主要下滑板块。其实本田在华销量已经连续多年下跌，从2021年超156万辆的高峰，跌到去年只剩约65万辆，直接腰斩还不止。曾经所向披靡的燃油车霸主，现在在国内汽车销量排行榜 TOP 10上已经查无此人。前阵子一代车神本田飞度全国1个月只卖了3辆，震惊了整个车圈。到了今年2月份，本田飞度直接宣告停产，彻底成为时代的眼泪。就连东风本田当年凭着思域的运动范儿圈粉无数， CR-V 更是家用 SUV 的首选，手握这2张王牌，在合资品牌中风光了很多年。可最近几年早已被国产新能源汽车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它在华推出的 e:NS1和 S7等
等电动车型几乎无人问津，查无此车。2020年，东风本田全年销量还高达82.04万辆，到2025年已经跌至32.58万辆，下滑幅度肉眼可见。说到底，还是本田跟不上时代了。以前大家买车看重的是省油耐用，本田靠着买发动机送车的噱头就能躺赢市场。可现在不一样了，消费者买车不仅要冰箱、彩电、大沙发，还要智能座舱、智能驾驶，而这些都是本田的短板。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